我最近一直在想一個很反直覺的問題，手機是不是已經強到需要被削弱了？明明是提高效率的工具，卻常常讓我們分心。你只是想回一條消息，結果20分鐘過去了；你只想查一個資料，結果被推送短視頻、新聞、購物一路拖走。你以為你在使用它，其實很多時候是它在安排你。今天這台 Eco 的 Mate One 很有意思，它不是一台傳統意義上要幹翻 iPhone、三星、小米這樣的旗艦手機，也不是靠跑分、影像、遊戲、快充來證明自己的主流機。它小的離譜，卡片尺寸、方形屏幕、翻轉相機、AIOS、內置 AI 工具、全球網絡，還有一個很像黑莓的物理鍵盤擴展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回到 BRBD 的頻道。今天我們這期聊 Eco Mate One， 但先說清楚，這不是一條值不值得無腦買的種草視頻。Mate One 最容易被兩邊誤解，一邊把它吹成下一代的 AI 手機，好像買了它就進入了未來；另一邊說它不就是小屏安卓，裝幾個 AI 工具加翻轉式攝像頭和鍵盤殼嗎？我覺得這兩種說法都太過草率。結論先放前面，它不是適合所有人的主力機，但如果你想找一個更輕、更小、更像工具、更不容易沉浸下去的第二設備，那它才開始有意思。所以我不會拿它和 iPhone 比跑分，也不會拿它和安卓旗艦比夜景，更不會拿它當遊戲手機來聊。它要打的是小手機、AI 隨身工具、第二台設備的這個位置。先看它的小，不是為了賣萌，而是真正改變使用方式。如果一台小手機只是讓你在更小的屏幕上繼續刷短視頻，那它沒有意義，它只是把注意力的黑洞做小了一點。真正有價值的小，是不讓你在下意識的沉進去。拿出 Mate One 不太像是準備在裡面住半小時，而是完成動作然後放回口袋。它沒有大屏手機那種沉浸感，這是限制，也可能正是它的價值。再來看它到底是不是真 AI 手机。现在所有产品都在講 AI， 但真正的 AI 硬件不是讓你打開各種第三方 AI app， 而是應該一個設備搞定所有。Mate One 的 AIOS 這個方向我覺得值得看，它不是簡單換一套桌面皮膚，而是試圖做一個更輕的 AI 工作空間，翻譯、語音筆記、總結、AI 對話，這些功能本身不稀奇，普通手機也能裝 app 實現。問題是普通手機太吵了，你想記一個筆記，解鎖以後先看到微信；你想翻譯一句話，先跳出推送；你想總結一個會議，錄音、轉寫、複製、整理、發送，來回切換一堆軟件。所以 Mate One 要證明的不是我有 AI 功能，而是我能不能讓你更少碰那些分散注意力的 app。就像是在视頻拍攝現场突然想到一個視頻創意，直接打開 Mate One 裡的 AI 錄音，想到什麼就說什麼，讓它幫我整理，幫我完善。如果這些高頻動作足夠輕，它就不是簡單的小手機，而是一個 AI 隨身入口。最後是它能不能當第二台手機。作為雙持檔， iPhone 加安卓就是我的日常標配，所以在第二台手機的選擇上，我希望它有一點不一樣。小屏雖然不如大屏舒服，很多 app 在這種比例下也不一定每個界面都優雅適配，但反轉就在這兒。一台刷起來沒那麼舒服的手機，可能反而是一台好手機。如果一台手機可以滿足基本功能，但不鼓勵你長時間沉進去，這對一部分人來說可能正是價值。網絡方面，它也不是普通手機那套邏輯。Mate One 有2層網絡， Nova Link 更像是給 AI 工具準備的輕聯網， vSIM 則更接近日常的數據網絡，需要完整上網、查地圖、處理消息、臨時辦公的時候可以按需開通流量。它不是所謂的全球免費流量神器，而是把出門在外先用起來这件事兒提前解決。尤其对有这種經常跨國旅行有項目的人來說，這個功能的價值不是讓你隨便刷，而是在還沒有準備好網絡的環境裡，先讓 AI 工具和基礎信息處理跑起來。翻轉相機和鍵盤殼也讓它的可玩性達到了頂峰。5000萬像素的翻轉相機很聰明，因為觀眾一眼就能看懂。普通手機前攝和後攝分開，前攝往往更弱。它用一顆可以180度翻轉的主攝，既能常規拍攝，也能翻轉自拍，但它不是影像旗艦。它的相機價值不在於影像統治力，而在於讓這台小手機更容易開始記錄。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，很多時候
拍到了比拍極致更重要。另外，这个擴展壳也是我觉得最有情怀的一部分，它带来的物理收入 HiFi DAC 3.5毫米的耳机接口，500毫安时的备用電池，很容易讓人想到黑莓，想到以前手機真的像是一個寫東西、回郵件、記錄信息的工具，實體按鍵會讓你更明確地進入我要輸入的狀態，不是在刷，是在寫。但它不只是靠情懷活着，到底能不能提升效率也要實測。以前希望手機什麼都能做，現在反而希望它少打擾我們。美短雖然有小屏幕的限制，有續航的壓力，有第一代 AI 硬件的不確定，但它至少提醒了我一件事兒：未來的手機不應該只是更懂怎麼吸走時間，而是應該更懂怎麼把時間還給我們。它不一定是未來，但至少站在了一個值得討論的方向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。依舊，如果你有什麼不懂、不會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，歡迎評論區留言，我們下期見。